第183章初遇蛇人，斗师出显威。突然出现的赤背少年让得双方都是略微一惊，不过片刻后，佣兵这方便是逐渐的平静了下来。既然来者是人类，那么他们相信他至少不会帮着蛇人便是。而那群蛇人望着萧炎这不速之客，却是大为的恼怒。那名领头的蛇人三角形瞳孔的眼睛阴冷地扫过萧炎，也不废话，手掌一挥，两名实力在5星斗者左右的蛇人便是甩动着尾巴，满脸凶光地对着萧炎冲杀而去。抬了抬眼，萧炎轻嗅了嗅迎面扑来的淡淡腥风，微微皱了皱眉，然后手掌缓缓地握在悬重持柄之上，脚掌轻轻抬起，然后猛然一踏，身形骤然间由极静转化成极动，一道人影犹如闪电一般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，快速地与两位蛇人猛然交错而过。砰砰，身形刚刚交错，萧炎的身形便是再次突兀停滞，而那两位满脸凶光的蛇人则是如遭重击，身形剧颤地贴着沙面倒射而出，在倒射之时，口中的鲜血狂喷而出。紧握着悬重持柄的手掌微微松了松，萧炎舔了舔嘴，目光瞟了瞟那被重尺骑马扇飞了几十米距离的两位蛇人，在这般重击之下，他们即使不死，那也非得落个重伤下场了。死！萧炎与蛇人的交错，以及到蛇人的吐血倒射，期间不过短短10来秒而已。而这10来秒，胜负立分。望着萧炎这雷霆的一手，那10来名佣兵嘴巴微微张大，脸庞上充斥着惊愕，目光愕然地盯着少年的背影。他们很难想象，在这具单薄的身体之内，怎么可能会隐藏着那般恐怖的力量？这家伙好暴力！微张着红唇盯着那犹如拍苍蝇一般将两名蛇人拍飞的萧炎，那名性感女子忍不住的失声喃喃道：嘿，雪兰，你们没事吧？沙丘之上，那名男子满脸兴奋地拖着伤腿跑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绕开几名蛇人，来到佣兵之中，冲着女子笑道：蛋仔，你不是回石墨城找救兵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望着男子，那位被称为雪兰的性感女人柳眉微竖，斥道。被女子斥喝了一顿，蛋仔苦笑了一声，指着萧炎的背影道：诺，这不是救兵吗？他？闻言，雪兰一愣，目光回望着萧炎，皱眉谨慎的道：他不是我们墨铁佣兵团的人吧？你怎么请动人家的？他提了什么条件？我也不认识他，先前失脚遇见了他，本来想请他去石墨城帮忙通报一声。说到这里，蛋仔脸庞略微有些尴尬。刚开始他没有理我，可当我说出我是墨铁佣兵团的人后，他便是忽然热情了起来，而且还给我解毒丸、疗伤药。难道他与我们墨铁佣兵团有故？雪兰纤手轻轻掠过额前的一缕沾染着香汗的青丝，不经意间的风情让得不远处的一名蛇人眼中银晦光芒大涨。可我从没听团长他们说过，他们何时认识一名这般年龄的强者？看他先前出手的强度，恐怕至少也是一名8星以上的斗者吧。雪兰微蹙着柳眉，疑惑的道：我也不知道。蛋仔苦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：不过我想他应该没有怀疑吧，不然的话他又何必冒险来救我们？哎，救不救的走人还是问题啊。这次的蛇人里面可是有3名9星斗者啊，最后不要救人不成，反把他也搭了进来。雪兰摇了摇头，有些担忧的道。闻言，蛋仔一愣，讪讪的笑道：我想他应该能够应付吧，毕竟我可是和他说过蛇人的实力，他若是没有把握的话，怎么还会过来？你难道想和我说他是一名斗师？雪兰甩了甩一头那略微有些波卷的青丝，有些无奈的道。这蛋仔张了张嘴，却是没有说出话来。虽然他心中颇为高看萧炎的实力，可斗师他的年龄应该不过20吧，20岁不到就成为一名斗师，这如何可能啊？唉，希望他有底牌吧。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蛋仔只得这样安慰道。雪兰皱着柳眉沉吟了一会，也只得颓丧地摇了摇头。现在的状况只能寄托于面前的少年能够有着出乎人意料的表现了。见到萧炎轻易击伤自己的2名属下，那名领头的蛇人三角眼瞳微微一缩，
猩红的蛇信轻轻地吐缩着，森然道：“人类在塔格尔沙漠中得罪我们蛇人，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”萧炎淡淡地笑了笑，斜握着重尺，没有答话。若是识相，奉劝你现在离开，我可以不计较你伤我手下的过错。领头蛇人眼瞳中泛着阴寒，不过话语之中却是透着一分忌惮与隐隐的阴毒。显然先前萧炎的出手也让得他不敢心存小觑。抱歉，萧炎笑了笑，微微摇了摇头，简单的2字却是有着无需商谈的语气：找死。被萧炎拒绝，领头蛇人那略微生着一些细小蛇鳞的脸庞上顿时浮现一抹煞气，手掌一挥，阴冷的道：一起上，杀了他，女人抓回去，好好享受。死！听着首领下令，周围的蛇人在略微踌躇了一会之后，便是吐着蛇信，手持一把尖锐蛇矛，对着萧炎围攻而去。伤员原地待命，其他人跟我上。乔的蛇人竟然打算一起上，后面的雪兰柳眉一竖，先手一挥，冷喝道：不用了，你们就待在那里吧，免得碍手碍脚。听得后面的动静，萧炎眉头微皱，无奈地偏过头，淡淡的道：你。闻言，刚欲手持武器冲出来的雪兰脚步顿时停住，倒竖着柳眉。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般看不起，刚欲呵斥，却是忽然想起面前的人可是他们唯一的救兵，当下只得愤愤地跺了跺脚，然后狠狠地剐了萧炎一眼，双臂抱在丰满的胸脯之旁，退后了一步，冷眼望着萧炎，心中嘀咕道：小小年纪就知道逞强。然而雪兰冷眼旁观的神情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便是缓缓地被一股震惊所覆盖。当然，为此而震惊的还有着后面的所有佣兵。在众人不远处，少年手持重尺而立，略微沉寂之后，淡淡的紫色斗气杀衣逐渐地笼罩了全身。在这斗气杀衣之外，一袅袅紫色火焰偶尔翻腾而起，颇为奇异。望着少年身体之上的紫色能量杀衣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猛吸了一口凉气。这斗气杀衣，他竟然真的是一名斗师。睁着美眸，雪兰盯着面前的那道被包裹在紫色斗气之中的背影，俏脸上充斥着不可置信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唯有无语。好变态的家伙，这点年纪竟然便晋升成了一名斗师。要知道2位团长今年也不过才是5星斗师啊。蛋仔张大着嘴，脸庞上表情犹如见鬼一般，呆滞的喃喃道：难怪他敢一人便冲过来，原来竟然会是一名斗师。一名佣兵叹息了一声，苦笑道，声音中有些羡慕，也有些劫后余生的窃喜。这小家伙究竟是从哪地方冒出来的？从没听说过附近的城市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变态的一个少年啊。雪兰皱着柳眉，轻声道：不知道。对于这问题，周围的人都是同时的摇着头。见状，雪兰也是无奈一笑，苦笑道：算了，不管他的来路了，反正看来我们今天似乎是好运的得救了。在萧炎召唤出斗气杀衣之时，对面冲杀而来的蛇人明显也是一阵慌乱，看来他们也是非常清楚能够召唤斗气杀衣是代表着什么。斗师，那是与斗者完全不同的阶别，若非没有变态的斗技或者功法做底牌，根本没有人可能完成这种越阶的挑战。而至于变态的斗技与功法，难道谁能指望这些混得明显不太好的蛇人能够拥有吗？所以这将会是一场一面倒的战斗。召唤出了斗气杀衣，萧炎轻呼了一口气，手掌紧握着玄重尺，望着对面那些惊慌起来的蛇人，嘴角泛起一抹冷笑，脚掌猛踏地面。随着一声爆炸声响，萧炎身形贴着沙面暴掠而出。砰！闪电般的出现在一名9星斗者的蛇人面前，萧炎眼眸冷漠，手中的重尺夹杂着凶猛的劲气，狠狠地砸在了对方胸膛之上。顿时，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，蛇人眼瞳一阵骤缩，然后一口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狂喷而出，同时身体犹如炮弹一般倒射而出，最后射进了一处沙丘之中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这名9星斗者连施展斗技的时间都未曾有过，便是遭受到了萧炎的致命攻击。由此可见，如今的萧炎对付斗者
已经简约到了何种地步。眨眼间击杀了一名9星斗者蛇人，萧炎身形猛地一错，再次来到另外几名实力仅仅是4、5星斗者蛇人之间，手中的重尺在此刻几乎变成了拍子一般，将那几名仓皇逃窜的蛇人全部拍得吐血而飞。望着那场中几乎是一人独自表演的萧炎，雪兰与众位佣兵皆是目瞪口呆，就算是一名斗师，那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便将对方击杀的溃不成军吧。不管如何说，对方也有3名9星斗者啊，可这短短一个照面便是损失了1名9星斗者以及其他的好几名普通蛇人。这目瞪口呆的面面相觑了一眼，众人也只得叹息着摇了摇头，这家伙的实力似乎比普通斗师还要强上许多啊。瞧着那短短几回合，己方便是损失这般惨重，那名领头的蛇人三角眼瞳中顿时涌上了一股嗜血的狰狞，与仅剩的另外一名9星斗者蛇人对视了一眼，脸庞上皆是涌起了一抹凶光，手中紧握着尖锐的蛇矛，蛇尾在沙面之上诡异的一扭，两人呈8字形对着萧炎怒攻而去。看两人的这般熟练的配合，明显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两杆蛇矛诡异探身，在蛇矛之间一抹淡淡的猩红色若隐若现，显然是被涂上了剧毒。手中的重尺将最后一名蛇人拍飞，感受到身后急射而来的森寒劲气，萧炎重尺豁然后移，随着一阵叮当声响，将两杆刁钻刺来的蛇矛抵御而下。噗！瞧着攻击被挡，两名蛇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猛然张嘴，两道腥臭的幽清气体对着萧炎迅速喷射而去。小心蛇毒！瞧着两名蛇人的举动，雪兰俏脸微变，急忙喊道。雪兰的喊声刚落，萧炎体外的斗气杀衣便是一阵急速涌动，然后迅速将萧炎身体所有部位都是包裹在其中，而凡是接触到紫火杀衣的青色毒气，则全部被焚烧成一片虚无，逐渐升空消散。脸色淡漠地抗下这波毒气攻势，萧炎脚掌猛然一踏，身形瞬间出现在那名领头蛇人面前，手中重尺迅速举起，然后狠狠地对着他脑袋劈砸而去。突然穿过毒气近身而来的萧炎，让得领头蛇人脸色狂变，危机关头，蛇尾忽然一阵诡异的摆动，随着一阵奇异的嗦嗦声响，身体顿时犹如蛇爬一般后退了几米，险险地避开了萧炎的致命攻击。避开萧炎的攻击之后，领头蛇人依然有些觉得不保险，蛇尾急速摆动，身形也快速地后退着。然而后退刚刚持续了几秒时间，一阵怪异的狂猛吸力猛地自不远处的萧炎掌心中喷涌而出，顿时那猝不及防的蛇人头领便是被吸的再次对着萧炎飞去。抬眼望着那满脸恐惧飞来的领头蛇人，萧炎一声冷笑，脚掌再次猛踏地面，身体犹如大鹏一般急速拔高，然后闪掠至蛇人头顶上方之处，手中重尺轰然砸下。砰！鲜血伴随着脑浆从空中飞洒而下，一截躯体迅速坠落，然后被砸进了黄沙之中。片刻后，黄沙坑洞也是在流动的黄沙中逐渐消失。望着首领死亡，最后一名9星斗者的蛇人脸庞上也是涌上了一抹恐惧，嘴中发出几声尖锐的嘶鸣声，然后蛇尾一摆，身体快速地对着沙漠深处逃窜而去。解决掉这名领头蛇人，萧炎身体凌空一翻，身体微旋，借助着旋转的力量，手中悬重尺猛地脱手而出，对着那逃窜的蛇人爆射而去。扑哧，重尺闪电般的掠过天际，快速地追上蛇人，最后从其脖子之处飞射而出，带着嫣红的血腥插进了黄沙之中，只留了一个尺柄在外。脚掌重重地踏上沙面，萧炎的脚掌深陷了半尺，轻喘了一口气，缓缓地抽出脚掌，慢慢地行至悬重尺处，手掌握着尺柄，将之一把抽了出来，用纱布将尺身上的鲜血擦净，萧炎将之随意地插在后背的尺套之上，然后缓缓地走向那10来名已经石化的佣兵。喂，你们没事吧？走得近了，萧炎站在那名性感女人面前，笑问道。没事。美眸在萧炎那赤裸的上半身扫过，雪兰倒并未因此有什么害羞的表情。在这沙漠之中，女子的风气较为开放的，而且
他又经常混迹在佣兵堆之中，自然没有那些温婉小姐一般娇羞矜持，看个男子半裸体，倒不至于羞红俏脸。你，雪兰眨了眨眼睛，然后对着萧炎轻笑道：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相助，不过还是得对你说声谢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下场……我叫雪兰，是这支小队的队长，同时也是墨铁佣兵团中的一支分队。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道：萧炎，似乎有点熟悉，在哪听过？听着这名字，雪兰微微皱了皱眉，在心中思虑了一会，却依然没有想出个头绪，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抬头对着萧炎笑道：你接下来打算去哪？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想请你去一趟石墨城，我们墨铁佣兵团恩怨分明，你帮了我们，这恩情我们会酬谢。石墨城距离这里并不远，半个小时的路程应该便能到达，并不会太过拖延你的时间。似乎是生怕萧炎拒绝，雪兰连忙又补充道。闻言，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既然来到了石墨城，自然是要和两位多年不见的兄长见上一面。虽然最近几年他们因为自己事业的繁忙，很少回到家族，不过年少时的兄弟感情依然让萧炎对他们感情颇深。在那萧家之中，除了父亲与萱儿之外，便是两位兄长，小时候对他最是照顾。不知道萱儿那妮子怎么样了？1年时间了呀。回忆之中，那身着青衣的淡雅少女忽然毫无预兆地浮现在了萧炎心中，那柔柔的一颦一笑都是让此时的萧炎心神颤动。1年的时间，苦修占据了萧炎的大部分空间，直到此刻思绪的忽然开启，萧炎这才尝试到那思念的感觉，缓缓地吐了一口气。萧炎抬起脸庞，略微有些扭曲的半空中，少女背负着小手，轻灵的身姿让萧炎心中猛地涌起一股想要立刻结束苦修，前去迦南学院的冲动。念头刚刚出现，便是让萧炎打了个颤，狠狠地摇了摇头，将之强行压制在心底。那丫头的秘密实在太多，若是自己不努力提升着实力，恐怕会在她面前自卑死。出来历练了这么久的时间，萧炎也更是明白了玄阶功法的可贵。可要知道，当初萱儿可是随便一掏，就是拿出了一卷玄阶高阶的功法，由此萧炎也更能感觉到他身份背景的神秘与庞大。再有，对于萱儿的修炼速度，萧炎可是亲身体验过的。这1年时间，还不知道那妮子会蹦到什么级别去，说不定比自己还高。唉，不知道她在迦南学院过得怎样。不过以这妮子的容貌与气质，恐怕那追求者不会少吧。可以，萱儿那什么都不在乎的淡然性子，应该没啥男子能让她动心吧。摸了摸鼻子，萧炎却是咧嘴自恋的一笑。每次在想着这些问题时，他都会有些庆幸自己当年在那误打误撞之下，竟然莫名其妙地将这妮子的心给抓了过来。不过天可怜见，小时候我只是想试试那斗气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而已啊！我那年龄懂个屁的温养脉络啊！不过为什么我竟然一试就试了好几年？难道我那时候就对萱儿有不良企图了？怎么可能？心中忽然钻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让萧炎有些神经质的喃喃道。雪兰偏头望着身旁突然沉默并且脸色不断变换的萧炎，不由得有些愕然。好片刻后，方才轻碰了碰他：喂，你没事吧？不会是中毒了吧？啊？哦，呵呵，抱歉，分神来，我没事。从回忆中苏醒过来，萧炎一愣，望着周围那些正盯着自己的众人，不由得歉意地摇了摇头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那我们现在便启程回石墨城吧。怎么样？雪兰偏头对着萧炎询问道。呵呵，好。萧炎笑着点了点头。费高，去将驮马车拉出来。见到萧炎点头，雪兰转身对着一名佣兵挥了挥手，吩咐道：好嘞。一名佣兵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飞快地窜进不远处的沙丘，从中拉出一匹驮马马车。马车拉了过来，萧炎这才发现，在马车的后备箱里有着2头一阶魔兽的尸体，看其上面尚未粘稠的鲜血，应该便是雪兰他们这支小队的猎物了。这种沙漠之中的马车体积并不大，而且由于其内现在已被魔兽尸体所占据，所以想要用它作为坐骑却是明显不可能了。
你先带着东西回石墨城吧，和团长他们汇报一下这里的事情。对着驾驭着马车的佣兵挥了挥手，雪兰熟练地下着命令。嘿嘿，好，我相信团长他们会很高兴认识一位新朋友的。佣兵对着萧炎和善地笑了笑，然后脚掌在驼马屁股上一踢，带着猎物快速地对着石墨城飞奔而去。望着那快速消失在视线尽头的马车，萧炎笑了笑，随意地从那戒中取出一套衣衫穿在身上，率先对着马车行驶的方向快步走去。见到萧炎动身，雪兰也是赶忙催促着手下。队长，你觉不觉得萧炎似乎和2位团长似乎有点像啊？盯着萧炎的背影，蛋仔将东西装好，忽然出声道：啊！闻言，雪兰一愣，目光转向萧炎的背影，片刻后心头忽然猛地一动，轻声道：我似乎听团长说过他们有个弟弟吧？我也记得，就是那个实力一直诡异的在斗者之下徘徊的小家伙吧？呵呵，团长的弟弟似乎也叫萧炎。雪兰眨动着修长的睫毛，香舌舔了舔红唇，回想起事情的始末，片刻后俏脸逐渐的被一片惊愕所覆盖。